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富二代，但受到老爹白手起家的影响，我认为真男人就该靠自己，所以从上学开始就没有透露过自己富二代的身份。不过我的低调却时常被同学嘲笑。大学毕业选择自己创业，做了保洁公司，公司的业务就是去别人家里帮他们做全面的清洁。当初创业的时候，这个行业刚刚兴起，正赶上发展的好时候，但是因为这个行业门槛低，没几年就遍地都是这种保洁公司，竞争激烈。而我的公司因为体量太小破产了，我就创业失败了。搬离写字楼的时候，同我在一栋写字楼创业的刘洋还来嘲讽我，就和当年高中一样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穷鬼，说我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刘洋是我高中同学，他人品很差，上学时候喜欢欺负同学，也没少欺负我。他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，家里有点小钱，父母也支持他创业。他比我后搬来这边，但是因为竞标大公司的业务设计方案被方氏集团看中，所以觉得自己要发达了，现在越发张扬，看不起人。只是他不知道，方氏集团就是我不想继承却被逼无奈只能即将继承的公司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冷笑着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转身潇洒离去。既然命中没有创业的基因，就老老实实做个富二代吧。回家过了几天潇洒日子之后，高中班长打电话叫我去参加班级聚会。我本想拒绝，往年也是这样的流程，但是这次我拒绝之后，班长又说了句，这次正好赶上国庆节，班上同学都答应了，而且钱蕊也会来，就差你一个了。听到这话，我连忙答应。钱蕊是我初恋，当年他是少数几个没有嘲笑歧视我的人之一，还主动跟我表白了。不过那已经是快高考的时候，后面因为异地上大学的原因，渐渐的联系越来越少，最后分手了。不过我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，这次听到他也要来参加班级聚会，我决定去一趟。聚会时间是在周六，我稍微打扮了一下，毕竟是要见钱蕊，不过也没有穿得多贵重。至于开车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开了我那台旧车去吧。这辆车是丰田，我当初创业赚的第一桶金买的，这几年一直开它，毕竟这是我创业的唯一痕迹了。来到聚会的地方，这是一家高档酒店，非常巧合，是方氏集团旗下的。我有些好奇，同学们都混得这么好吗？这是我家最高星级的酒店，消费可不便宜。来到包间，里面很宽敞，富丽堂皇的，已经有一些人到了，正在闲聊，一片欢声笑语。哟，大家快看看这是谁啊？看这气质，不会是我们班的屌丝先生吧？今年怎么想着屈尊来参加同学聚会啊？有眼尖的已经看到我了，满嘴都是阴阳怪气。没办法，因为年少轻狂的志气让我隐藏了富二代身份，为了赚取学费勤工俭学，还打暑假工。同学都以为我很穷，有几个家伙喜欢嘲笑我，说话的就是其中之一。这话一出，其他人顿时停止了交流，将目光投向我。屌丝先生清高着呢，往年班长盛情邀请他都从来没有答应过，不知道班长今年这么把这尊佛请来了呀。众人又看向被捧在中间的班长，我也漠然地看向班长，盛情邀请，班长也是有些尴尬，但是瞬间就恢复了正常。今年这不是钱蕊要来吗？他俩当年可是在高考前谈恋爱了。听到这话，周围有人扑哧一笑，屌丝先生还记着我家蕊蕊呢。嘲笑的这人是当年钱蕊的闺蜜，我没理他。钱蕊这个闺蜜当年就看不起我，得知我跟钱蕊谈恋爱后，还一直冷嘲热讽。我自顾自的找了一处人少的地方坐下，刷着手机将自己隔离于人群之外。没过多久，门口好像进来人了，周围同学发出一阵轰然，我还以为是钱蕊来了，她当年在班级的人气就很高。我站起身，不过有些失望，虽然多年不见，但是我依然记得钱蕊的样子。这个人明显不是，不过这人身材很高挑，皮肤白皙，颜值比之当年的钱蕊
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脑海里费尽思索，半天也没想出来她到底是谁。我们班当年还有这么漂亮的女生，周围同学纷纷上前想要与之攀谈，不过她却是不理不睬，然后径直走向我这边，在我旁边不远处坐下。我瞠目，美女也不喜欢和同学们打交道，不过我也没有想和她打招呼的意思。早在看到她不是钱蕊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坐下了。过了一会，我旁边的座位有人坐了下来，我很好奇有人居然会想坐我旁边，于是抬眼望去，居然是之前那个美女。你好，我叫江子怡，请问你是方若吗？她微笑地看着我，我的脑海宕机了几秒钟，下意识地点点头。江子怡好像有些熟悉，再想想啊，江子怡当年和我一样，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全班欺负的人。不过我记忆中依稀记得她当时身材瘦小，满脸雀斑来着，我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人和记忆中那依稀的身影联系起来。是不是感觉我不像当年那个江子怡？她看着我吃惊的模样，扑哧一笑，你大18变吗？当年我家里穷，吃不饱穿不暖的，营养不良，所以才那副鬼样子。上大学之后，学校给我减免了学费，还有许多有助学金、奖学金之类的，吃穿不愁。那时候身体才慢慢开始发育，我还是有些震惊的点头。这可真是你大18变啊！可能是有相同遭遇的原因，我和他很是聊得来，而且当年我和他的关系还不错，是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人。只是大学之后也失去了联系。我又和他聊了会，他大学学的专业是建筑设计，和刘洋一样也在创业，不过他的设计方案一直没有被大公司采纳。聊到这一块，我还挺感兴趣的，毕竟我们家也有这一行业的业务。正在我想跟他继续聊下去的时候，又有人进来了，竟然还引得满屋子的人惊呼，蕊蕊这边，钱蕊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刘洋你怎么和钱蕊一起来的呀？莫非你们？听到钱蕊和刘洋的名字，我不禁抬头看去，只见钱蕊身着一袭紫色长裙，走路生风，吹得秀发微微飘扬，还有那粉嫩嫩的脸蛋，勾起我所有思绪。只是他并没有看到我，挽着旁边那人的手臂，径直向前走去。那人竟是刘洋，我瞬间跟吃了苍蝇一样。我知道跟钱蕊分开这么久，人家肯定早找对象了，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刘洋。他怎么能和刘洋在一起呢？他可是我心中的白月光啊，怎么能和刘洋这个恶贯满盈的人一起？我忍不住站起身，跟江子怡告罪一声，然后朝着他们走去。这时钱蕊没有和刘洋在一起，她正和几个闺蜜聊天。之前嘲讽我的那个闺蜜发现了我，对我冷笑一声，然后看向钱蕊，蕊蕊，班长说我们班今天还有一个特地为了你来参加聚会的人呢，他自称是你的初恋，不知道你记得有这回事吗？哦，是谁啊？还自称是我的初恋？我怎么不记得我高中有谈过恋爱啊？听到这话，我眼睛顿时放大，停下了脚步。就是那个屌丝先生啊，看他现在就在你身后。屌丝先生，说着，钱蕊转身，我的心脏也像是停滞了一般。随即他捂嘴扑哧一笑，是方若呀，我记得他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可接下来他的话却让我的脸庞僵住了。不过我没和他谈恋爱吧？你们不是清楚吗？我当初只是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做惩罚要和他表白，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也没当回事，也没想到他居然当真了。真的是，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呢？我都没怎么跟他聊天，都是他缠着我。说到这，钱蕊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方若，现在误会解开了，请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好吗？我有一瞬间的失神，很快恢复正常，就是脸色还有些僵硬。钱蕊当年和我谈恋爱，居然是玩真心话大冒险。看着我出糗的模样，钱蕊旁边的几个女生又开始嘲笑我，没有自知之明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
钱蕊听了也跟着笑笑，我心底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。这边的声音闹得有点大，很多同学纷纷侧目，我一瞬间非常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在这时，姜子怡走过来帮我解了围。方若，你不是说你要过来见一个老朋友，解除误会吗？怎么你的老朋友是他？哦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初恋啊，那确实的好好解除误会，不然容易让人家误以为你还想着他呢。听到解除误会，钱蕊眼神中闪过一丝不自然，还没说话，他那几个狗腿子瞬间不乐意了。你谁啊？这里容得着你来多管闲事？姜子怡嫣然一笑，我正在追求方若。那几人瞬间呆滞，我茫然地被姜子怡拉着走向之前的位置，不再去管后面的那些闲言碎语。回到座位，我对他道了声谢。谢谢啊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刚刚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对我嫣然一笑，举手之劳，我们以前不是朋友吗？而且我也看不惯他们那副嘴脸。我这边屁股还没坐热，钱蕊那边又是在说着什么，声音还挺大的。这个方若，以前我就看他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他居然还创业了。创业？蕊蕊你确定是创业？就他这样子还创业？他们先是一番震惊，然后又是一脸鄙夷的看向我，显然是不相信我能创业。我也是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钱蕊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了，怎么会帮我说好话呢？而且他怎么知道我创业的事情？难道是刘洋告诉他的？一下子我就明白了他的想法。果然，钱蕊一脸坏笑的看着我。大家还不知道吧？方若之前也是个老板呢。不过，大家知道他创业的是什么公司吗？说出来真的让人好笑。方若创业的是保洁公司。保洁，大家懂吧？就是清洁工给人家做清洁的公司。就这样的公司，没想到他居然还创业失败了。蕊蕊，你说真的呀？屌丝先生创业做保洁公司失败了？是啊，这是刘洋跟我说的。刘洋不是也创业吗？他和方若在同一栋写字楼。不过我们家刘洋创业的可是建筑设计公司，真不知道方若咋想的，创业保洁公司就算了，还租那种高档写字楼，他也配？就这，他不失败谁失败啊？就他还创业呢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创业做保洁公司，这估计也就屌丝先生能想得出来了。他们这边声音很大，吸引了很多同学，大家听到我创业做保洁公司，瞬间哄堂大笑。还保洁？不就是清洁工吗？这倒是也符合他屌丝先生的身份。刘洋也加入了进去，他一脸坏笑的看了看我，然后又跟那些所谓的同学说起了很多这些年见过的我的糗事，他们听得捧腹大笑。听着他们的嘲讽，我的内心毫无波动，反正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自从刘洋的公司搬到我们那栋写字楼，知道我也在那边，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过来嘲讽我，我也习惯了。等了不久，班上的所有人都来齐了，我们班一共是50多人，所以摆了7桌酒席。刘洋和钱蕊这些风云人物自然是坐在首桌，我和姜子怡坐在角落里，其他和我们一桌的还有点不开心，不过我和姜子怡也乐得清静。这时首桌的钱蕊站起来，举杯看向大家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真是好久不见，我这几年一直在国外念书，所以没来参加过同学聚会，这次很感谢班长把大家召集起来，也正是因为这次，我和刘洋又重新见面了。我们以前就互相喜欢，这次见面时又都是单身，所以我们在一起了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向大家敬一杯。说完，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刘洋也站起来和大家敬酒，那就祝福钱蕊和刘洋爱情美满。果然还是钱蕊和刘洋最配啊。至于那什么屌丝先生，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。我们家刘洋才华横溢，他的创业公司和方氏集团是合作伙伴，所以我把聚会地点选在了这方氏集团的酒店，酒席也是选的最贵的。至于买单，这次的消费就由我们家刘洋来买单。
我们家刘洋创业可是大老板了，可不像有些人创业失败一脸灰溜溜的样子，估计还没吃过这么高档的酒店吧。说完他就坐下了，却没看到刘洋，脸色有些僵硬，估计也没想到钱蕊会来这一出，不过也没有太在意，这7桌酒席而已，又能花费多少钱呢？其他同学也纷纷表示，刘洋仗义有钱，刘洋真是大方啊，这么高档的酒店花费估计的不少吧。确实，刘洋是我们班所有同学里面混得最好的，创业居然成了方氏集团的合作伙伴。之前还听说屌丝先生也创业了，还和刘洋在一栋写字楼，切，就他也配和我杨哥相提并论？对，就那人模狗样的东西也配和我杨哥相比，只怕是连提鞋都不配。听着这些人的恭维采拉，刘洋只是一脸微笑的应和着，没有，和方氏集团成为合作伙伴还没确定下来，我倒是没什么感觉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别人不知道刘洋的底，我知道啊。回了方氏集团之后，我就将刘洋的公司调查清楚了，他现在估计是在钱蕊面前装大款呢。钱蕊也真信了，刘洋公司的设计方案是被我们方氏集团看中了，但是要说合作伙伴，那还真是八字没一撇呢，我们只是有这个意向而已。而且刘洋将他的全部资金都投入了公司，还欠了银行一大笔钱，就指望着这个方案和方氏集团签合同，签了合同那就能够活下去，没签那就只有破产。至于买单，我虽然才会公司，但是对这高档酒店也是有些了解的。就这酒店，普通的酒席都是6000一桌往上，最贵的估计的破万，7桌就至少得7万往上，这么多钱，刘洋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拿得出的。我就等着看一场好戏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又和姜子怡聊天。对了，姜子怡，你的创业公司不也是做建筑设计这一块的吗？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知道我怎么突然说到这个。那你们投了方氏集团的那个竞标项目吗？姜子怡摇摇头，没有。我不禁有些疑惑，集团的这个竞标项目，业内有很多建筑设计公司都投标了呀，那你们怎么没投？是不知道吗？主要是我们公司才创业不久，员工少，这个项目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忙另外一个业务，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抽出来，等到那个业务忙完，再来准备方氏集团这个项目的时候，就听说已经确定了刘洋他们公司的方案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。那你们有大概的设计思路和框架吗？方便的话可以和我说一下吗？这个倒是有，只是也没用啊。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姜子怡满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知道我在打的什么主意，不过还是把他们准备的方案大体告诉我了。刘洋他们公司的设计方案我也有看过，说实话他确实是有些才能的，对于我这个不怎么懂的人来说确实惊住了。虽然我这段时间也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，不过此时和姜子怡他们公司的方案一比较，我能感觉到姜子怡他们的方案要更好一些。不过这只是我一个外行的看法，但是至少也是跟刘洋那份方案不相上下的。我沉默良久，然后朝着姜子怡微微一笑。我现在是靠着家里面的一些关系在方氏集团工作，职位也不算低，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，其实方氏集团还没有完全确定使用刘洋他们公司的方案。刘洋他们那份方案确实是所有参与投标的方案里面最好的，不过集团内部还有很多人觉得这份方案不是最好的。我刚刚听了一下你们公司方案的设计思路，个人觉得比刘洋的要好。我觉得你们现在还可以联系一下方氏集团，说不定他们就采纳你们这个方案了呢。姜子怡一脸惊讶地看着我，没想到你们家居然跟方氏集团有关系，随即又是一脸紧张地问道，你真的觉得我们公司的设计方案比刘洋公司的方案要好吗？我一脸大义凛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你可以先把整体的设计思路发给我，我认识方氏集团一个领导，
可以让他帮忙看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再把具体的方案投给方氏集团。我们闲聊中，聚会也差不多到了尾声，只见刘洋已经叫了服务员准备结账，我一脸好笑地盯着他，已经准备看戏了，还招呼了姜子怡一起。刘洋看了眼服务员手中的账单，眼睛顿时瞪得老大，然后有些愤怒地看向服务员，你们确定没有搞错？7桌酒席花了9万多，你们这是什么菜啊？这么贵？服务员依旧是微笑着说道，先生，我们这边是高档酒店，请的都是大厨，用的材料也都是精挑细选，最贵的菜品，价格肯定比外面的要贵一些。而且说到这里，服务员看了看刘洋旁边的钱蕊，您身边的这位小姐点的是我们酒店最贵的酒席，1万多一桌。刘洋转过头去看了钱蕊一眼，说到这里，旁边的钱蕊也听到了一些，神色僵硬了一下，然后偏过头对刘洋低声说，你不是说你是大老板吗？这几万块钱的单你也买不了。刘洋面色一僵，然后咬牙切齿地对着钱蕊低声说道，最近我的钱都花在公司上了，资金周转不开，要不你先买了单，等我和方氏集团签了合同之后再还给你。说到这里，钱蕊不愿意了，也不管刘洋的面子，直接大声说道，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说你是身家上千万的大老板，说你是方氏集团的合作伙伴，现在你说钱都投进公司了，方氏集团还没跟你签合同，那你到底算什么葱？装大款你有那个资格吗？钱蕊撕开脸皮，刘洋也不顾了，脸色阴沉的开口大骂，你个臭婆娘，要不是你说要我买单，能有现在这事？你问过我吗？就这么擅自做主，我那不是为了给你长面子吗？当时我订这家酒店的时候，你也同意了，你自己接不住还怪我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你这么个垃圾，连屌丝先生方若都比你强。周围的同学们都惊呆了，没想到看了这么一出戏，旁边的服务员也有些不知所措，倒是我有些茫然，本来还在看戏的，怎么突然就说到我了？这时有些同学都不耐烦了，你们到底结不结账啊？这饭都吃完了，你们能结账就结账，不能就说我们自己来，真是没钱还装什么大款啊？哼，反正我不结。钱蕊把头偏向一边，刘洋一个人则是阴沉着个脸，最后开始打电话，说了我结，那就我结。我笑笑，这个时候还打肿脸充胖子呢。不过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没人借钱给他，他的面色越来越差，也有更多的同学不满了起来。这时我旁边的姜子怡起身向服务员招了招手，我来结账吧。我顿时目瞪口呆，随即无奈叹了一口气，起身拦住了他，我来吧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酒店会员卡和银行卡，递给服务员，钻石会员卡。一声惊呼，这种会员卡可不多，一般都不对外升级的，只有方氏集团内部高层才有。在座的同学们显然也有了解的，看到我结账，大家都目瞪口呆。这是方氏集团旗下的酒店，屌丝先生好像也是姓方。这个时候刘洋和钱蕊他们也一脸瞠目结舌地看着我，显然是没想到我居然有这种高级会员卡，这餐饭就当是我请大家吃了，真的是说好请客吃饭，居然连结账的钱都没有，还大老板装出来的吧？说完，现场一片鸦雀无声，刘洋一脸通红，我没去管大家，拉着姜子怡潇洒离去。方若，你等等我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身后传来钱蕊的声音，不过我没有停步，冷笑一声，反而走得更快了。我开过来我的丰田，摇下车窗，不知道姜大美女是坐什么交通工具来的？姜子怡轻声一笑，坐地铁来的。我甩了甩刘海，做出一个自认为帅气的 pose。那不知道我这辆年代久远的丰田小车是否有幸能送姜大美女回家？她扑哧一下直接笑出声来。方若，你咋这么搞笑啊？
然后又立马换了一副神色。本江大美女同意了。就在江自然坐上副驾驶时，我明显看到了钱蕊也跑了出来。看见江子怡上了我这辆破车，原本还有些着急的神色瞬间恢复了自然，居然又嘲讽了一句：切，还以为你方若有多大能耐，居然还开这种破车，刚才不会是在装叉吧？不知道那10万块钱你要多少钱才能赚到，真是打肿脸充胖子。说完不屑地转身走了回去。我一脸冷笑着关上车窗，并没有在意，我已经看透了这个女人势利眼。路上江子怡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我，我被她盯得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江大美女，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我只是好奇方大公子，总觉得你身份不同寻常。哦，是吗？我笑嘻嘻地说道，我也就只是认识方氏集团一个人而已。方氏集团，我确实只认识我爸。送江子怡回家之后，他把那个设计方案的整体思路和框架发给了我。我给老爹看了之后，当即决定用他的这个设计方案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子怡，他很开心，说要请我吃饭。江子怡公司的这个方案最终通过了竞标，跟方氏集团签了合同，一应事务也都是由我协助，公司一位主管负责。一来二去的，我和江子怡的关系也越来越熟，然后我们就谈恋爱了。方氏集团召开会议，宣布这个项目的设计方案最终中标公司。这个会议是由我主持的。当刘洋进入会议室，看到我坐在主席的时候，脸色一变，差点摔倒，不过还是打起来精神，还朝我友好一笑。我则是笑容完美的看向他。但是当我宣布是江子怡的公司最终中标的时候，他的脸色瞬间煞白，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，甚至还提出了反对。但是当江子怡叙述完他们整个方案的大致思路时，刘洋就知道自己完了。没过多久，刘洋的公司就因为欠债过多而申请了破产。不过我并没有去嘲讽他，我最近正在被钱蕊骚扰，他也知道了我是方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还打听到我的住处，整日里来骚扰我，哭着向我认错，说他错了，说他是被刘洋骗了等等，还说喜欢我，赶都赶不走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换了一处小区。这个女人我算是看清楚她了，势利眼，不要脸，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。1年之后，我已经掌握了公司的业务，不久前还和江子怡结婚了，现在她已经怀孕3个月。看着她的肚子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出生的是女儿，那就要把她当成公主来养；如果出生的是儿子，那不好意思，老爹我当年吃过的苦，你也得吃一遍。世界不完美，但独一无二。就如您的赞和订阅，善意又独特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